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月球飞船假说。上古神话中呢，天塌地陷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所有的神话中记载的战争呢，居然都是另外一种高级生物在地球上进行的一场战争吗？而月球上留下来的处处的伤痕呢，就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据。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遍体鳞伤的月球。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在人类的历史上，究竟有几次天地分离呢？许多人都认为有2次，一次是由混沌中开辟出的天地，一次呢是由于共工撞倒了不周山，使天地发生了分离。有人把这2次天地的开辟呢，说成是人类多次被毁灭的证据。通过以上几则神话呢，天地分离的线索就很清楚，那是因为一场战争而导致了天地分离。我们曾经说过呢，神话中被称为天的物体是十分巨大的，它实际上指的就是月亮。因此呢，能够造成天地分离的战争呢，也应该是一场罕见的战争。可是神话时期，人类正处于原始的状态之中一场原始人的战争不可能造成这样大的结果因为那个时候的长矛、石刀、弓箭根本不可能把月球打跑嘛。那么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是谁与谁的战争呢？从神话中我们就得知，这是一场神与神的战争。中国的神话中记载了许多神与神之间的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有3次黄帝与炎帝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共工与祝融的战争。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场战争具体经历过什么。蚩尤呢是天上的一个坏神长得很难看，人身牛体有4只眼睛6只手，头上呢还长着尖尖的利角，耳朵两边的毛发呢根根直竖起来，好像是剑戟一样。它很怪不食人间烟火，常吃些沙子、石头铁块之类的东西，就好像是一个炼钢炉，所以它很会制造兵器。后世的人呢，就把他当成战神来祭祀。据说蚩尤手下有81个兄弟个个勇猛善战，都是铜头铁额，好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战斗机器人一样。有一年呢，蚩尤就带着这帮兄弟把南方的炎帝给赶跑了，霸占了苗民居住的一大片土地，像模像样的就当起了南方的帝王。可是这个冒牌的帝王野心极大还想要夺取黄帝统治的北方。为了起兵造反呢，他一面训练苗民一面又联合了夸父部落的巨人族。那这些巨人力大无穷打起仗来呢，一个顶100个。经过了长期的准备以后呢，蚩尤就正式举起了大旗率领着苗民们就杀向了有名的古战场涿鹿。当时的皇帝呢，迫不得已只能出兵应战。于是乎呢，涿鹿的杀声阵阵狼烟滚滚。而蚩尤81个铜头铁额的兄弟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刀枪不入。而巨人们呢也大展神威手持10米的大棒、20米的长刀呢，一扫就是一大片。在他们的带领下呢，勇猛的苗民就把皇帝的军队打得节节败退，情形十分狼狈。那一天呢，蚩尤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大约像是水浒里面的公孙胜一样，使用了巫术，造出了漫天的大雾，就把皇帝的军队围在了核心，不辨东南西北，怎么也冲不出去嘛，伤亡惨重。当时的皇帝呢，愁眉不展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个名叫封后的大臣在车上打盹。皇帝当时气不打一处来上前就大声的问责他，为什么在战争中不利的情况下还睡觉呢？封后就睁开眼睛说他说我不是在睡觉，我是在想办法。果然这位聪明的封后呢，就造出了一辆指南车，车上只有一个小人伸出手臂呢，永远的实时的指向南方。皇帝一看大喜立刻集中兵力就向着这个小人指向的方向进攻。没有多久呢，就冲出了重围。不管怎么样呢，这一仗毕竟是皇帝打败了，而这口气怎么能够咽得下去呢？于是呢，皇帝就调出来应龙来参战。而这应龙呢，神话记载的并不多不知道他有什么神通，反正就是很厉害的一条龙嘛。而应龙洋洋得意的飞到空中正准备大显神威的时候不料蚩尤又搞出了一场大风，而那风极大磨盘大的石头呢都被吹得满天飞，大树呢被连根拔起，一时间呢天昏地暗。所以应龙在天上被吹得摇摇晃晃的东倒西歪，连身子都稳不住，更别说打仗。于是呢，皇帝又叫来了他的女儿拔前来助战。那说起这拔呢，不少人都知道她就是大旱之神。虽然是皇帝的千金小姐但长得却奇丑无比，光秃秃的脑袋上呢没有一根头发，想必是烧光了吧。那这个拔虽然丑，但是本领却不小。据说他的身体内奇热无比，能够把石头和钢铁都烤化。果然他一走上战场呢，一发出体内强大的热量，立刻就将蚩尤搞出来的大风骤雨消融得无影无踪。他还杀死了许多蚩尤的士兵。可惜的是呢，在他发出很多热量之后，就再也不能够回到天上了，只好呢就住在赤水一带。
而每当他跑出来游玩时呢，必定带来大旱，所以呢，后人就把它叫做旱魃。一有旱灾呢，人们就敲锣打鼓啊，进行驱赶，叫赶魃仪式。好在魃很自爱呢，脸皮又很薄，一听到人们敲锣打鼓呢，就知道他给人们带来了灾难，人们不喜欢他，于是呢，就会羞愧地回到赤水老家去。而魃造成的战机呢，就鼓励了皇帝的军队，大伙呢一鼓作气的就冲杀了上去，而把蚩尤的军队啊打得溃不成军。天空中的应楼呢，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在天空中大显神威，而尖叫着从空中啊杀死了一个又一个敌人。此时呢，皇帝又添了一件新武器啊，那就是一面用葵皮造成的鼓。说起葵呢，它是一种动物啊，长着一只足，样子很难看，但它的肚子上的皮呢，却能够发出很大的声音。有的时候呢，它没事的时候就躺在大泽旁啊，敲着自己的肚皮玩，而发出了砰砰砰的惊天动地的声音。大约皇帝着急了，所以才把葵杀了，用它的皮做成一面鼓。接着呢，皇帝把雷公也杀了，用雷公的骨头呢做鼓槌。这两样巨响的东西碰到一起呢，那声音啊可想而知。根据神话里面说啊，一面葵皮鼓一敲起来呢，天摇地动，声音能够传达几百里之外，震死了不少蚩尤的士兵。而这场战争的最后的结局呢，就是蚩尤战败，他的铜头铁额的兄弟和请来的巨人呢，都死得差不多了。这冒牌的帝王呢，也被皇帝抓起来给杀了，把头呢就埋在了如今的山东省的寿张县，把身子呢就埋到了巨野县。而古代时呢，寿张县人啊，每年10月都要举行祭祀蚩尤的活动。据说呢，此时往往有一道红色的光雾呢，从蚩尤的坟顶冲出，直达云霄，好像是悬挂在天空中的一面战旗，而人们把它就称作蚩尤旗。据《述异记》记载呢，在晋朝的时候啊，人们还在原来的古战场里面挖出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像钢铁一样坚硬，当时的人们就把它叫做蚩尤牙。而据《续异记》中的作者说呢，他曾亲眼见过蚩尤牙一样的东西，大约有2寸长，坚硬无比，任何东西都打不碎它。那么这场战争真的是地球上原始人类的战争吗？综合世界各民族关于早期神与神之间的战争记载呢，我们有理由就相信所有神话中的记载的战争都是同一场战争，而这是另外一种高级生物在地球上进行的一场战争。这些神呢，掌握着我们今天都无法企及的高科技。这个观点并不是随意得出来的，而是由大量的原始神话为证。就说蚩尤它长着人身牛体吞食金属，本身就像是一个冶炼炉，这不正好就说明它是由金属制成的吗？而蚩尤手下的81个铜头铁额的兄弟按照今天的话说，不就是机器人吗？完全是由金属制成的那种战斗机器人。而《续异记》中记载就说晋朝挖出来的蚩尤牙呢，肯定就是一种金属，而晋朝的科学技术已经可以冶炼铜铁甚至是钢了，而发现的蚩尤牙呢，却在硬度上强过当时人们所知道的所有金属，所以它肯定是属于合金钢一类的金属。不要小看这则记载如果晋朝时有现代这样的文明程度那么这一发现难道不就是一次有意义的考古发现吗？只是当时的人还没有现代这样详细的学科划分吗？所以把这次严肃的考古发现就写进了怪异志中。它就说明了皇帝与蚩尤的战争是金属与金属之间的对抗。可是不要忘记呢，这场战争发生在原始社会时期当时哪里有如此坚硬的金属呢？从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参加蚩尤叛乱的有许多巨人，据说夸父族呢也参加了叛乱。那几乎世界上所有记载中的巨人都是一个死法，那就是死于一次意外的事变之中，都是给雷劈死的。结合了中国神话呢，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巨人族是在一场巨大的战争中给消灭的。而消灭巨人的战争呢，肯定与雷电和大火有关。事实上就是一场现代的战争嘛。在这场战争中呢，魃上前助阵从身体内喷发出强大的热量，而杀死许多蚩尤方面的巨人。这与南美洲印第安神话中上帝降下大火烧死巨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皇帝与蚩尤的战争中还有一件武器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葵的皮骨。那大家应该知道葵的皮骨的神话主要是强调了声音，那是一种惊天动地的巨响，那在几百里之外都能够听得到。也就是说，当时这种巨响呢，也成了原始人脑海中不可忘记的记忆，所以才被神话记录下来。而在原始社会中，想要弄出那么大的声响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这里呢，我们只要联想到一个词爆炸。讲到这儿呢，事情也有些眉目了，就可以想象的，在当时月球人与反叛者呢，在地球上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争。当时的月球宇宙飞船呢，也被迫加入了战争的行列。
在美洲的奥里科诺河上游的沙里瓦阿卡瓦部落曾经有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里面就说善良的神和邪恶的神为争夺对宇宙的控制权而发生了战争。善良的神呢，从天空中发起了强劲的闪电来保卫盟友。当然，反叛者也会用同样的武器来轰击月球大本营，炸毁了月球宇宙飞船部分的外表的防护层。顿时呢，月球表面的岩石被炸得飞离了月球，有一些飞舞的岩石被月球重新吸引回了月面。由于月球的本身吸引力有限，有更多的岩石呢，则是进入了地球轨道。它们在轨道上高速的飞行，在越来越接近地球表面，在穿越大气层时，这些月面的岩石与空气强烈的摩擦燃烧，就形成了一阵密集的陨石雨。那情形真的就好像是天宇爆裂了一般。燃烧的陨石和其他的物质呢，带着极高的温度冲向地面，天空和河水呢都被火红的物质映得像血一样通红。而月球宇宙飞船呢，在这次战争中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已经失去了一部分功能，也许呢是损坏了先进的反引力装置，而使它再也无法停留在月球的近地轨道上，所以它不得不上升到一条受到地球引力较小的相对安全的轨道。那巨大的爆炸呢，将月亮的一些物质炸离了月球的表面，进入到了环地球的轨道。在这一段时期里呢，停留在地球轨道上，而遮住了太阳的光芒。于是呢，太阳消失了。从盘古神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月球在上升的过程中呢，可能是因为损坏严重，它就摇摇晃晃的上升，上去了又跌下来一点，再上去，几次呢，差一点坠毁在地球上，而最后呢，它还是顺利的盘旋而上。于是呢，天地就发生了分离。而在这一场战争中呢，被破坏的不仅是地球，而月球呢也遭受了创伤。但伤在何处呢？根据部分的事实推论呢，正是现在月海的部分。而科学家就证明了月海呢是由重金属构成的，它坚不可摧。当时古人看到月球人的其他飞船呢都赶来修复月球，于是就有了10日并出的说法，以及呢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那月海并不是真正的大海，而是月球的地貌中平坦的部分。它的形状呢，几乎都是呈圆形的。大家要知道巨型的陨石坑或者是小行星撞击呢，一般都会形成环形山或者是巨大的深坑嘛，它们都是有圆形的，一般都是会有一些突出的地貌。但是呢，月海虽然很圆但它却是平坦如镜，既看不到四周的环形山呢，也看不出中间突出的地方，因此它不可能是陨石撞击后形成的。如果月海是由于熔岩喷发而形成的，那么外流的炙热的熔岩也应该是一个极其不规则的形状，绝不可能是圆形的。除此之外呢，人们在月海的岩石中还发现了真正的纯金属颗粒。几乎所有的科学家研究都证明在月球的自然演变过程中是根本不可能形成纯金属颗粒的。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呢，这些纯金属颗粒呢是由陨石带到月球上面来的。但是科学家已经否定了这种说法。月球是如此的古怪，以至于用自然构成的理论完全无法解释它的存在。那么就可以得出一种猜想呢，科学家的推测与人类上古神话之间也许是一致的呢。而月海呢是在环形山消失之后出现的，只能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月海是类似于智慧生物们建造的，它实际上呢是月球宇宙飞船的新的防护层。难怪呢它是由诸多金属而构造成的。当月球上升到安全轨道以后呢，月球智慧生物们就用极高的温度将大量含有铁、钛、铬、锆等金属物质融化，填入了这些深坑，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月海。中国神话中补天呢就是修月的观点，正好与美国的阿波罗宇航员在月球的月海上所发现的奇怪现象相吻合。那里有许多被智慧生物加工合成的痕迹，这就更加的说明月海的确是某种现代意义上的工程。然而呢，有一个问题就不容忽视嘛。以上呢，我们曾经假设月球的反叛者在轰击月球时曾经大量的月球的地表物质爆炸进入地球的轨道，形成了太阳消失的记载。后来呢，又在穿越大气层的时候发生了燃烧，留给了人们天降火雨的记忆。如果说现在月海的部分曾经是环形山，那也是在战争中被大量的炸离了月球。所以说，这形成了1125万平方公里的月海物质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说这些物质是月球自己内部的，那么月球的空心体的假说就不成立了。如果说这些物质是来自月球表面的，那我们又没有发现取出这些物质而遗留下来的痕迹。再说月球的个头太小了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物质来形成那么一大片月海因而呢，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就是形成月海的物质是来源于月球以外，它很有可能不是我们的太阳系甚至呢不是我们的银河系里的物质。此种假设的证据呢，就是月海的岩石以及土壤呢有一些比太阳系还要古老的成分。
那形成月海的物质是怎么来到月球上的呢？又是怎么融化后铺成月海的呢？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它与历史上的十日并出有关。而十日并出呢，也就是后羿射日的故事嘛，大家都耳熟能详啊，这里就不多讲。不过根据这个故事呢，就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十日的出现呢，是为了修复月球，而被击伤的月球呢，就向其他的同类生物发出了求救信号，散居在其他星系的飞船呢，就闻讯赶来救助，他们就带来了修复月球所需的物质，这就是月海表面的一些岩石和土壤啊，比太阳系还要古老的原因。它们并不是来自于太阳系，而是这些赶来的救助飞船啊，与月球飞船合力将月球损坏的部分修好，然后呢，又各自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天空中突然就出现了几个与月亮大小一样的星球，由于它们距离我们与月球的距离几乎一致嘛，因此看上去呢，就像太阳一样。当月球系统的生物啊，用极高的温度融化成月海物质的时候呢，由于工程的浩大呀，大量的热能呢就向四周辐射了，所以地球当时也能感觉到这种热量。而当时的人们呢，区分太阳和月亮，主要就是凭热量的感觉。于是这就更容易造成啊，天空中出现的物体啊是太阳的错觉，所以才有了十日并出啊、浇庄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的记载。遍体鳞伤的月球究竟是经历过什么呢？这是几千年来啊，眺望月亮的人类啊发出的疑问。从这些史书的神话中就可以发现呢，月亮的背面啊，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智慧文明，他们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啊，便离开了人们的视野。而华夏大地的许多神话呢，都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据。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